这么掉，疯了！盯着军帐的顶棚，听着面前一群对着盛得面红耳赤的将军们，我显得非常淡定。谁能想到我一个21世纪的脆皮大学生，摇身一变，竟然能给人当参谋？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只见一名皮肤黝黑的壮汉拍案而起，大吼道：“你等无知小儿，此诚应以火攻！”而另一名留着长胡的将军将自己的匕首拍在桌上，气势更高，讲话也更粗。放你娘的屁！此城有沟渠雨水，火势易被熄灭，当然应用石攻。我看他们吵得实在难受，又看了看坐在正位的楚广，默默地站起身，刚想开口，只见全场的动作一顿，楚广终于睁眼：“先生且慢，你莫言，还没到那个地步。”我又安安稳稳地坐了回去。楚广细细一琢磨：“此城甚难攻坚，你有计策？”我咳嗽两声，一副深藏不露的军师形象：“那当然，在下足智多谋，我至少有100计可攻破城池。”在我开口后，这些驰骋沙场将军纷纷低下头颅，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效命麾下的小将满脸兴奋：“先生，既然有计谋，何不早说？”我刚要开口，就看见楚广默默地吐出一句：“此城虽难攻坚，但毕竟百姓甚多，屠城的计谋不要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：“那我大概还有50个点子。下毒瘟疫的不行，那还有20个。传出去让人戳着我们楚军的脊梁骨吗？说我们歹毒至极，引起众怒，遭人围攻的不行。”我彻底老老实实的坐下，吹着口哨望向远方。主公楚广长舒一口气，竟然站起身来向我抱拳，心里我大吃一惊。主公向下臣行礼，哪有这样的事？我刚要推辞，只见楚广真心诚意地说：“敌人这一生身负骂名，被称人屠，多少人咒我不得好死，无人知我腹内乾坤，胸怀抱负。自从你来之后，我的罪名方可洗脱大半。”我挠挠头，毕竟现代人先接触的还是一些细军战情报战，对于古代来说的确有点缺德，我也是很良心不安。我看了一眼地图，突然眼前一亮：“主公，我们不如放弃这座都城。”我指着地图不远处的一座岛屿：“此为东瀛，传说秦皇曾派人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，现如今就在此地。我们先攻打这里如何？”对于我这个惊世骇俗的想法，众人都犹豫不定。楚广看到那座小岛，四面环海，穷山恶水之地，食之无味，哪有什么长生不老药？你莫要诓骗我！是真的。传闻徐父方士领1000名童男童女出征，岛上缺衣少食，人都生得极为矮小，一见就知。楚广沉思，在这乱世天下，群雄揭竿而起，逐鹿中原，我们若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从后方切入，倒也不失为一条妙计。还得是先生了。楚广异常欣慰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让我坐立不安。先生是想用长生不老药为饵，占据后方位置，引那些鼠辈上钩，再一举歼灭。只是让人如何相信有真的长生不老药？如此多的兵力怎么抗衡？先生可有办法？我是真没想到，在主公眼里，我竟然这么聪明。我犹豫了一瞬，还是没能按捺住自己的良心，诚实的说道：“不，我其实就是看东瀛不顺眼，杀着玩玩。”此话一出，原本就对我颇为忌惮的将领看着我的目光肃然起敬。全校之间灭一国，先生果真好气魄。就连主公的笑都有些勉强。你们真的不是觉得我变态吗？我用怀疑的目光扫视帐内众人，这下就连对我开口寄予希望的那名新将领也羞愧的低下头，暗叹自己识人不清。我感觉自己被排挤了，悠悠长叹一口气：“唉，属下人为力薄，更无聪明才智，承蒙主公不弃，将我养在身边做幕僚。没想到诸位大人竟然怀疑我的品行，好似蒙受了天大的冤屈。楚广终究是主公，当然不能任由自己的属下被人排挤欺负。他盯着我看了半天，似乎非常困惑我为什么义正辞严地说出这些话。他想了想，询问道：“若军中有瘟疫横行，该当如何？”绑在投石车上，置于敌军之中。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，但随后想了想，觉得不对劲。不对不对。楚广微微长出一口气，神色似有宽慰之感。你看，先生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不堪，还是有几分。不对，瘟疫怕火，若是敌军反应迅速，烧了尸体就白做功夫，不如派出死士，一路运送尸体，投掷在水流源头。如此一来，前后夹击，里应外合，绝对万无一失。看着将士们惊疑不定的神情，我越说越来劲儿，把所有的后路都想好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大举购买治疗瘟疫的草药，把附近100里的医者都绑过来，只要临阵倒戈就能够治病。到时候敌军必然哗变，等这些兵士到了我们的地盘，再让他们高价购得，能够榨出不少钱财，补充军饷。眼见我滔滔不绝，甚至已经把这些敌军的尸首用来做什么都想好了。楚广终于忍耐不住，一手拍在帐前桌上，指着帐外：“先生，
且去休息吧。我顿了顿，瞧瞧，不愧是主公，说话就是高情商。像我这种情商，只能说滚。我离开军帐的时候，听到楚广对那名新投效的将领说道：“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让他献计献策了吧？这种人，杀了可惜，用了缺德，放了我还害怕。”主公刚正不阿，这一次将士们的恭维都是真心实意。楚广的名声向来不太好，人人都要唾骂一声淫贼。自从我来之后，这军中上下都觉得主公是天上地下第一贤明圣人。算了算了，我的存在好歹算是个心理抚慰。被人赶出来之后，我就只能在军中闲逛。我眼见一个弓箭手看到我手一抖，把做好的箭雨扎到自己腿上；一个伙夫差点烧到自己的胡子；一个刚征的新兵双腿软的瘫倒在地，磕到自己的脑袋，所到之处一片哗然。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不过我还没闲逛几圈，楚广就再次找了过来。他看着那些伤兵，花了好大的劲儿才表情管理的不那么无语。先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可以回自己的帐篷，外边兵荒马乱，对你不好。哦，我知道这是嫌弃我了，我也没做什么。或许是看出我的表情不对，楚广还是恪尽值守主公的职责，刚准备出言安慰两句，我突然转头看向楚广，认真的说道：“那打东营的时候能给我留2个，杀着玩玩吗？”主公好像有些无语道：“你知道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”我想了想，火候吗？还是全熟的吧，生吃太残忍了。在死一般的沉寂下，我非常清晰的听到主公咽了口水，立刻挪远了些。虽然知道自己跟的不是个好玩意，但没想到恶劣到这个程度，怎么听到人肉还流口水呢？我看楚广盯着我的目光已经接近于呆滞，又把我们的距离拉远了些。不是吧？怎么看着我的眼神这么怪异？莫非是想要吃我？我又喊了他2声，发现他默不作声，像是在沉思些什么。我生怕楚广一时兴起，先拿我开刀，便一股脑溜了。这破班真的是上得让人心烦，挣着卖白菜的钱，操得自己小命的心。要不然我试试能不能辞职。不过我攻打东营的计划还没来得及被人采纳，军中就出现了骚乱。原来是那城中的人知道自己退路不多，已经被我们包围，准备做困兽犹斗，派了一小队人马前来骚扰，到处放火。这群人也挺缺德，专门往粮草上面放火。虽然火势不大，很快被人熄灭，但粮草已经所剩无几。因为这个紧急情况，楚广再次召集军中谋士和将领坐在军帐商讨对策。这一次我总算见到其他谋士，自从我投效到楚广门下之后，叫我开大会的次数都寥寥无几。我也曾经好奇过，为什么见不到其他谋士。楚广只是一语带过，有损名声。我一直好奇，损的是他的还是我的？我还没进去，就听到里面窃窃私语。谁不知道那个叫文和的，一天3顿都要吃人，一口一个。我作证，就因为有个伙夫多看了他一眼，他就把人的大腿卸下来吃了。怎么办啊？有这种毒士在主公身边，哪天我们打了败仗，他会不会把我们烤了当军粮？听到这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背后区人？我一把掀开帐子钻了进去，只是我阿仔重。我扫视了一圈，才发现这些谋士里面就我穿的寒酸。这什么世道？我一个人又当心理医生，又当谋士，打2份工赚1份钱。我也没计较，找了个角落坐下。只见我身边胡子花白的老头看了我一眼，默默站起身坐到对面去了。怎么回事？知道我聪明绝顶，不敢跟我坐一块儿。我心里刚有点恼怒，就不断提醒自己，人最美好的品质是包容。这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老头看到比自己年轻优秀50数倍的后生，有点相形见绌也是人之常情。那老头见我用一种有些怜悯、有些宽容的眼神看着他，神情越发不自然，如坐针毡般，时不时用手摸摸自己的胡子，好半天才鼓起勇气问我：“你这小儿为何用那种眼神看着老夫？”老人家别气馁，虽然我很优秀，但你也不用感到惭愧。虽然你脑子没我好使，但你年纪大了。我有心宽慰他2句，老头的也是挺懂事儿的。听到我这么说，似乎察觉出来自己小肚鸡肠，整张脸憋得涨红，连眼眶都有些充血。旁边的人还在不停安慰他。我看了看外面明媚的天气，果然我们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创业团队，不得无礼。楚广的眼神有些奇怪，主动向我介绍，这是从都城来的老臣，你们虽然都跟我出生入死，但也不得怠慢他们，须礼遇有加。我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很快就理解了楚广话中蕴藏的深意。楚广的父亲曾是贵族之后，封地豢养了一大批亲信，这些老臣都是楚广父亲留给他的。对一些人都是闻声，瞧不起疆场厮杀，同样也瞧不起谋士幕僚的阴谋诡计，以圣贤书来约束自己。常常直言犯上，说好听点是性子，刚直说不好听点就是倚老卖老。这贼子太奸诈狡猾，竟然让人烧了我军粮草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等我军攻破城池，凯旋大胜之日，我一定要将那贼寇的脑袋悬于城墙，暴尸3日。楚广提到这件事情就恨得牙痒痒，
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将城里面的人围困致死，逼他们出来投降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竟然出现了这种变故，搁谁不急也。谁一想到他这边刚开口，那些老臣就跳着脚反对。主公不可，乱世虽出枭雄，可英明之主怎会如此蛮横？您是要继承大业的人，不可因为这些小事来损毁自己的名节。先生可知云城距离我军驻扎之处仅有300里快马加鞭，一日便可抵达。我笑眯眯的开口，那老头见我把头一甩，从鼻腔中发出一声冷哼，显然是瞧不上我，知道又如何？云城歇脚的驿站对面有座庙，先生快马加鞭过去，你把金像请下来，自己盘腿坐上。那老头死死地瞪着我，我继续说道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没想到先生长成这样子，心地还挺善良的哦。那老头绝对要被我气吐血，我也清晰地从主公眼中看出没憋住的笑。行了，不要做口舌之争，各位可有什么良策能解我军燃眉之急？这粮草本就是军中大事，一众将领愁眉苦脸讨论了半天，也没商议出一个什么好主意。楚广犹豫再三，还是将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，表情看起来格外挣扎，像是做了什么违背祖宗的决定，才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先生可有计策？又这是终于想到我的聪明才智了，我眼睛激动的刷一下亮了，开口便道：我们军营10里地有个村庄，约300口人，我早就去打探过，只是那村庄已经许久没有吃食，剩下的大都是不能逃命的老弱妇孺，连野草都快被薅秃。我点点头，对呀，有300户。我说你这黄口小儿怎如此愚钝？主公已经说了，那村庄并无粮食。那老头满脸都是蔑视，我更加纳闷地看着老头。我知道那村子不是有300户吗？紧接着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，良久才有人惊恐地抬头看我，大家面面相觑，都传达着一个意思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主公，我这边刚开口，楚广却突然瞪了我一眼，你闭嘴。我心满意足地坐了回去。上班拿钱不干活，又是摸鱼的一天。大家讨论了半天，最终还是一事无成。粮草这件事情既然搞不定，那就只能选择提前攻城，围困之举不成，先拿下城池，稳定军心再说。主公，我有一计，此即可伤天和。我挠了挠头，顶着主公如炬的目光，有点心虚地说，反正不伤文和。文和是什么？在众人怪异的目光下，我反手指了指自己，是我小名。楚广像是一副心终于死了的样子，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，似乎是不愿意搭理我，但我还是想表现一下。您不是说过硬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吗？楚广当时因为这句话没少被人偷说他是小人，才会说出如此寡廉鲜耻之论。听到我对这句话如此推崇，楚广睁开眼，用一种难于言喻的眼神看着我，那也不能太对不起天下人。滚出去！这回主公还真的不高情商了。我溜走之后，只听到楚广语重心长的对那些从封地来的老臣说，我决定用火攻城，诸位可觉得太过缺损阴德？不，主公贤明至极，德才兼备，乃千古未见之明君。刚才还看不惯楚广做派太为残暴的老头，此时此刻已经双目呆滞，站起身来大礼，好像被打碎了自己那么多年以来的人生价值观。而我的那些谋士同僚也赶紧起身向众人解释，我们当幕僚的可不都是这个德行，我们没这么缺德。楚广也忍不住感叹道，我真是个好人。反正我觉得我这个老板还是挺装的，因为他虽然表面没有采纳我的建议，但还是用了我之前出的点子，找到城里面的水渠的源头，往里面倒了不少泻药。不过那些老家伙倒是很满意，至少里面不是毒药，主公还是很仁慈的。不过2天，城墙上守卫面黄鸡兽像是大病一场，时不时的就要换岗，军中就判断他们定然是长久拉肚子，已经虚脱了。紧接着便是火攻，之后就是登墙。大战的时候，我躲在最后面，果真毫发无伤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就是在我赶在大队人马后面姗姗进城的时候，已经饿得头晕眼花，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肉香味，肚子竟然不受控制的咕噜了几声。所有人刚从疲惫的厮杀中停下来，听到我肚子咕噜响的声音，瞬间来了力气，纷纷从我旁边撤退，似乎沾上我都是件极其恐怖的事。你们这些败军之寇，要庆幸还是我们主公深明大义，仁慈至极，只往水源里投了泻药。这家伙可是建议将感染疫病的尸体投入水源，让你们满城的人死尽，你们都要谢谢主公的救命之恩。我听到那老头一蹦3尺之高，向满城的人传达着楚广有多么的宽厚。原本觉得我们出招太过阴损的幸存者，也向我投来悠悠目光，其中几个眼神中甚至还夹杂着一丝庆幸。经此一战，我的名字彻底在天下臭名昭著，许多人家下户小孩子都会拿我做幌子。我随大军一块回了封地，这一次拿下的城池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易守难攻，控制这里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迈进入主中原的宝座。楚广倒是没忘了我的心愿，让人派出一支训练有素的兵将前往东营。楚广名下的谋士文和这么歹毒，原来师承东营。呸，那可真不是个好地方。若真如此，咱们还是趁早剿灭了事，免得日后再起波澜。不是说东营有长生不老药吗？
经过我的推波助澜和臭名昭著的品行，大家对只闻其名从没见过的东瀛产生了深恶痛绝的恨意，有不少被我损招坑过的人马都准备去报仇雪恨。我这边刚到封地都城，就被满城眼花缭乱的美女迷住了，怪不得人家骂我家主公是淫贼，骂得对啊。当我试图撩拨第20个姑娘的时候，总算有正义之人忍不住，你既缺德又无耻，现在还好色荒淫。那人满脸不忍直视，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？你说你还剩什么？我还剩脸皮厚啊。在封闭的日子很随心所欲，虽然楚广看不惯我到处撩拨美女的样子，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样潇洒的日子简直快活似神仙，既不需要我献计献策，也不需要我上阵浴血杀敌。我深深感到主公待我真的不薄。但哪曾想，这样潇洒快活的日子还没过几年，一个小太监突然拿了一只盒子给我，大人，这是主公给你的，说这盒子里的果子甘美，让您尝尝。看着眼前小太监闪躲心虚的脸色，我感觉有些不妙，缓缓打开精美的盒子，发现里面哪有什么果子，空空如也。我抬头看向小太监，怀疑是不是他偷吃了，谁曾想小太监直接跪下，主公命我等人送来的时候，盒子里便这样。我点了点头，让他们回去，并思考主公有何深意，盒中没有果子。我想了半个时辰，只见主公突然匆匆而来，好像是一路策马，进我府中的时候连气都没喘匀，手底下的人糊涂，送错了东西。见我安然无恙，他松了口气，像是在解释。楚广顿了一下，你不必多想，有你在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圣人，像你这样的贤臣，千年难得一遇。不用多想，我有点心虚，想起自己刚才的一套操作，不会做错事了吧？楚广瞬间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你可想到这盒子有什么深意？盒中无果，这证明我们封地的粮草无多。主公放心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让人去收上足够的钱财和粮草，主公肯定载入史册。美名还是骂名？见到我是如此解释这个空盒，楚广似乎也对我无语了，只是支着脑袋随口问了一句。我咳了2声，避开他的眼神，小声嘟囔了句，那你别管。行了，粮草的事情不用担忧，把盒子给我。您说晚了。我挠了挠头，我觉得陆大人整天啥事儿不干，就把这空盒子给他，让他也去筹集粮草，想必应该已经送到了。陆大人就是那个整天跳脚，在外面到处败坏我名声的老头，跟我算得上是死对头。同样拿工资，我干活的时候谁也不能闲着，我不好过，肯定也不让别人好过。楚广眯着眼，没想到最后竟然能够歪打正着。对了，我怕我送的东西他不肯收，就谎称是丞相送的，说的是丞相也是听了你意思。丞相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也是封地的老臣，这帮家伙整天只知道搞内斗，开疆拓土帮不上什么忙，骂我倒是一个顶俩。这几个老头子写骂我的文章，恐怕都能装下一整个房间。谁也别闲着，反正现在可没退休那么一说。楚广的表情肃然起敬。对了，我还说这个盒子原本是要送给刘大人的，但是陆大人年纪更大，就先送到他那儿去了。那刘大人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干活就有事情，能多拉一个下水是一个。楚广简直没帮助自己的表情，足足看了我半天，然后就飘飘悠悠的走了，好像受到了什么打击。直到晚饭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陆大人自尽的消息，民间瞬间流传出无数版本。丞相为了争权夺利，故意让主公处死陆大人，原本是要把刘大人也加上的，楚广仁慈才留了他一命。但是陆大人临死之前非常不甘心，悄悄地派自己的心腹去刺杀丞相，丞相胸口挨了一刀之后，觉得这事肯定是自己的死敌刘大人干的，也派出杀手要了刘大人的脑袋。于是在短短一日，3个老头都悄然地下相聚，这日子过得还真费老头。所以当大家得知真相，3位伏龙凤雏同走黄泉路，只是因为我的一个小恶作剧时，我的名声再次响彻天下，读是一计杀3臣。在天下读书人口里，我已经成为狼心狗肺的代名词。饶是我这么厚脸皮的人，也有点顶不住压力。于是我再一次向主公提出辞职的要求。那不行，楚广回绝得很是痛快，相处的日子久了，他根本懒得在我面前装。你走了，我的暴君本性不就暴露出来，我还怎么打天下？现在多好，我干了什么缺德事都能往你身上推。这话怎么讲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什么样的主公就有什么样的幕僚。你这么做事就不怕后人诟病？楚广到底没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毕竟这些大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脸面，人都有一死，要是死后遗臭万年，被后代子孙戳着脊梁骨痛骂，那真是比天塌下来还严重的事。所以无论私底下做的事情多么龌龊，表面上还是要装一装的。像我这种毫不掩饰自己的变态缺德也是世间罕见。我没吭声，默默地瞅了楚广一眼，他被我这一眼弄得坐立不安，本能觉得不妙，站起身又坐下，狐疑地盯着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看着天，小声说道，我是替主公做事的，后人肯定要算在你头上。楚广沉默了一瞬，但你的名字会被记录在册。没事儿，名字是我编的，祖籍也是假的，何况我说过老师是东瀛人，还有他们当挡箭牌。见我回答的如此坦荡，
楚广还是难以掩盖自己内心的震惊。他对我掏心掏肺，我对他重拳出击，谁能想到我嘴里就没一句实话呢？我则是没有丝毫的难堪，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编的。楚广看起来很想治我一个大不敬之罪，但或许是真把我弄死了，那他就没有心理安慰。他憋了再三，最终还是没能下定决心，生硬的扯开话题，跟我讲起最近发生的事。边境的部落最近不断生事，趁着天下大乱也想分一杯羹，屡次派出小股部队骚扰，主公何不将他们一举歼灭？他们骚扰的边境都是蜀国之地，而且我们的马……我瞬间明白，合着这是提前交了保护费，提供了不少战马牛羊。不过这老小子现在想干什么？看人家不顺眼了。最近我军军饷不足啊。楚广慢悠悠的看了我一眼，但还是先警告了我一番，让我青史留名，遭后人唾骂，戳上几千年几两股的基础不行，想都不要想。这次我倒是信誓旦旦，不会影响主公名声，我亲自出马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给他上贡的部落肯定不止这么一个，只不过是他瞧人家不顺眼，但又怕真下手，跟他合作的其他蛮夷会心生畏惧，不会白花花的给他送银子和马匹，反而多加骚扰。我非常自在的坐着马车，拿着他给我的1000两银子和节度使的官名，带着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边境出发。这部落自称为小朝廷，也有自己的君主和太后皇后，因为那些私下交易，他们对我还算不错，一开始都是客客气气的。直到我第一日，这大王真是不懂得怜惜美人，有这么出色的妻子，何必再娶这么多娇滴滴的小妾，惹得美人独守空房。皇后的年纪还算是比较小，听到我的花言巧语，一时之间有些沉醉，不过短短半晌就已经会将头靠在我的胸前。第二日对酒当歌，这花前月下没有美人相配，怎么了的？我向王上他妈，也就是太后发起邀约。太后正是如花似月的年纪，怎么能窝在这苦寒之地度过一生？你可知中原经济繁荣，像太后这样的美人，怎么能够穿着如此粗糙的野兽皮毛，当享用世间最高贵的丝绸？我家主公最好人妻。眼见美人还有犹豫之色，我一把攥住了她的手，贴近自己胸口，深情款款地说道：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愿意让你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，助你一臂之力。至于儿子，你还年轻，咱们可以再生。第3天，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久居人下？各位豪杰都是一方霸主，何必围着黄口小儿卖命？只要各位揭竿而起，我必定响应。我搂着他们，大口吃饭，大口喝酒。说完这些话，就把碗往地上一砸，义薄云天。我带着他们迅速地制定了谋反战略，以及事成之后的利益分配，带着些许酒意回到使团歇息，顺便向在路上等我许久的皇后眨了眨眼，惹得小皇后含羞带骚。然后这个刚继承部落不久的大王就在人前向我举起了大刀。如果不能将你这等贼子亲手斩于刀下，那我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来人啊，胆敢对我不敬，就是对我们主公不敬；胆敢对我动手，就是对我们楚国不满。早就包围好的兵将冲进来，与他们激烈厮杀。看着被洗劫一空的王庭，跟着我的将军面无表情地擦着刀刃上的血，看到我过来，后退了一步，厉声喊道：你就站在那里，你别动，你别过来，我害怕你。我已经对这种评价麻木了，谁能想到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竟然也如此胆怯。那将军不可思议地盯着我：你就来了5日啊？第1日你勾搭人家皇后，第2日你睡人家太后，第3日你挑拨权臣造反，第4日你挑拨离间，第5日你骂人家王上不能行人事，硬生生把人逼得先动手，给我们留下了画饼。你正常操作。我非常淡定地笑了笑，心想怪不得自家那个倒霉老板喜欢人妻，这个年代女孩子嫁人太早了，谁能喜欢小姑娘？简直是畸形审美。有干的缺的是，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，天底下的人都觉得是这个部落的大王看我不顺眼，觉得我太缺德了，想要替天行道。楚国兵将无论如何还是要护着自家幕僚，虽然他的行为很解气，但被灭也是顺理成章，并没有影响其他部落跟我们主公的私下交易。或许是我做得太厉害，也或许是我干的事情太突破下限，主公竟然千里迢迢的托人给我带了封信。我展开第1封信，字迹非常潦草，显然是在慌乱中写下的。做个人吧。第2封信字迹稍微正常一点，但还是歪斜的不像话。你觉得我娶的皇后怎么样？我还是很有节操，不会挖自己上司的墙角。我忽略了这封信。最后一封字迹已经完全恢复正常，内容也多了点。楚广告诉我，天下人总算受不了我的缺德，对我开出了高额悬赏令。楚广也终于发现有志不在年高，缺德不分大小。他突然发现，只要有我这么个人存在，天底下的人就不会指责他是暴君。塞外之地虽然比较荒蛮，但听说还是有几个王朝，别祸害自己人了，先生出去闯闯。楚广实在不敢把我留在身边，不过我怀疑按照他的缺德劲儿，应该不是感觉我这个人太恶毒，而是担心我惦记他的皇后，才抓紧让我麻溜滚蛋。不过他实在是不放心我，怕我投入敌营，所以才想让我拱得越远越好。同时送来的还有黄金1万两。
几个我的相好，以及跟着我的这个将军和将士们。将军们听到这个消息，脸都麻了，恨不得自己回炉重造。我看着塞外辽阔的草原，突然觉得充满干劲。我带着将士们长途跋涉，一路上和蔼可亲，凭借人格魅力，让遇到我的人捐钱捐物。当然，也是他们嘴里的坑蒙拐骗，才养好了这一大队人马。直到我们走到一处海边，见到一个皮肤煞白的人。Hello， 我冲他露出了由衷的微笑。你想飞黄腾达吗？你想变成国王贵族吗？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我用为数不多的几个单词向他表述了我的意思，并且保证为他出谋划策。我看到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就知道他的命运齿轮在遇到我的这一刻开始转动。当我再次收到楚广的来信时，这张信已经漂洋过海，辗转几年才来到我的手中。先生，请你快收了神通吧，外面那些小公国都快被你给搞灭绝灭众了。那边的人是傻了那么点儿，但你也不用这么缺德吧。